飞机失事，校花一边晃动着你的手臂，一边大声尖叫，却不小心顶开自己胸前的纽扣。32斤的大雷进入你的眼帘，还来不及细喊一声巨响，你们就被甩出飞机。在缺氧瞬间，他撬开你的牙关，大口掠夺着你口中的氧气。再睁开眼，你们已经躺在了沙滩上。苏同学，你快醒醒！眼见呼喊没用，你就想先帮校花苏雨涵整理好凌乱的衣着，结果刚伸手，他就突然睁开眼睛醒了过来。臭流氓，你干嘛？那个苏同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刚刚昏迷了，我想要叫醒你。然而苏雨涵根本就不相信你的鬼话，正想再叼你2句，可下一秒他又发出了尖锐爆鸣，你有点无语。苏同学，我刚都跟你解释我不是故意的，怎么还尖叫啊？苏雨涵则满脸惊慌地指着你身后，你扭头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蜥蜴向你们冲来。别怕，有我在不会有事的。随后你摆起防御姿态。苏雨涵见此，慌张的脸上就多了一丝好奇，问道：你会武功吗？我是从陈华顺佛山来的，就当巨蜥快要咬中你时，一个右摆拳击碎了巨蜥的小脑，当场毙命。但你的大腿内部也不小心被爪子划到。苏雨涵靠近过来关心，问你有没有受伤。你潇洒的摇摇头，可是你大腿都在流血，我还是帮你包扎一下吧，快点把腿给我。你见苏雨涵要主动帮自己包扎，也不再客气，看着蹲下的苏雨涵，你一低头又见大雷，让人血液瞬间躁动，刚被包好的伤口又爆血，感应到了你的注视，苏雨涵就抬起头，再看我就不帮你包扎了。等包完后，你就感觉到大腿传来一股瘙痒，怎么这么痒？你抓了抓大腿，结果就在这时一阵雷声响起，顷刻间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你俩瞬间变成了落汤鸡，苏雨涵的衣服也全部被打湿。你看到这一幕，鼻血差点就要喷出来，心想：老天，这是特意给我安排的尸身诱惑节目吗？得找个地方躲雨。你拉着苏雨涵的手向小岛内部奔跑，不久就发现了一处山洞，还好这里有个山洞，不然我们得被淋死不可。苏雨涵一边梳理湿漉漉头发，抬头就看见你正往他的雷上看，他当即白了你一眼，好看吗？要不要过来眼睛贴上面看仔细一些？好啊，你本能的点点头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看到高坚果一样的雷。好你个大头鬼，你要是再看，我就把你腿打断。嘿嘿，开个玩笑，别这么凶嘛，我好歹也救过你啊。你见他这副样子，就佯装生气的往山洞内部走去，结果刚走2步就看见里面有个骷髅，给你吓得叫了一声。苏雨涵好奇的走过来，顿时被地上的骷髅吓了一跳，一把抱进了你的怀里。你没想到他这么胆小，白长那么大的雷了，这里怎么会有骷髅啊？这里不会闹鬼吧？放心，这世界上没有鬼，有骷髅就证明这里以前有人住过，所以也算安全了。那要是安全的话，他为什么会变成骷髅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总之松下手，你抱得我都没法呼吸了。你再怎么说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就算不去想那种事，但被对方这样压着也会有反应。哼，臭流氓！苏雨涵脸红的瞪了你一眼，你骂我流氓干嘛？明明是你主动抱我的，等雨停就拿到外面帮他埋了吧。阿切！苏雨涵突然打了个喷嚏，显然是他穿湿的衣服太久，有些着凉了。你不会感冒了吧？苏雨涵身上开始颤抖起来，有点，我现在有点冷，你快把湿衣服脱掉吧，不然感冒了就不好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我帮你脱也行。苏月柔直接瞪了你一眼，这种时候了还想占便宜，真是太坏了。可是怎么弄干呀？外面还在下雨，我有办法，你们等我一下。你拿起前任洞主收集的木材，现场表演起了钻木取火。还好你之前看过荒野求生，很快就成功取出了火种。好了，火已经生好了，你把衣服脱下来烤吧。外面雨小了，我出去看下周围的情况。哦，你不烤火吗？不用，你先烤吧，不然我在这里，你又会不好意思。苏雨涵顿时对你刮目相看起来，没想到人还怪好的。可你刚准备走出洞穴，脑袋一晕，朝着地上倒了下去。听到声响，苏雨涵赶紧跑过来，怎么会这样呀？你的嘴唇怎么那么紫，跟吃了火龙果一样？你摸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声音有些艰难地说道：我可能中毒了。中毒？难道说你中了那只蜥蜴的毒？你点点头，然后又忍不住抓了抓大腿，让我看看。苏雨涵抓住你的裤子，直接脱掉，只见你的腿上有一块紫红色的包，像是被蚊子叮了一样。看来你真是中毒了。见你已经昏迷不醒，苏雨涵想到一个古老的办法，用嘴你把毒吸出来了。眼见你的嘴唇越来越紫，他就撩起头发朝你趴去。此刻你莫名感觉到一股酥麻的畅快感涌入心头，于是你就缓缓醒了过来。当睁开眼睛看到苏雨涵正趴在自己身上，并用嘴给你吸出毒素时，你眼里当即闪过一丝诧异，没想到他人这么好，竟然肯用嘴帮我吸出毒素，这也不枉费你之前救过他。逐渐的，你体内的毒素就被吸了出来。苏雨涵在吐出最后一口毒血后，忍下心中的羞涩，对醒来的你问道：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苏同学。你不用客气，再怎么说你也是因为救我才中毒的。等你休息了一会，就准备继续去洞穴附近探索。当你走到山顶时，发现这里是一座四面环海的海岛。就在你为不知名的海岛中感到惆怅时，忽然一阵狼叫就传入了你的耳中。不好，如果这里有狼的话，那苏雨涵岂不是很危险？你二话不说就扛起捡好的柴火赶回山洞。就当你快要走到时，一声尖叫就从山洞里传了出来。不好，这是苏雨涵的声音，难道真出事了？你直接冲进山洞里，老鼠，有老鼠！此时在烘干大雷保护罩的苏雨涵被一只老鼠吓得到处乱窜。当他看见你后，几乎是本能的扑向你的怀中，你也不负所望，一脚把老鼠踢死了。不过很快你就愣住了，因为此时苏雨涵是以有点牛皮的形态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我丢，这身材也太完美了吧！这时他反应了过来，几乎是本能的捂住身体，让你快出去。等他穿好衣服后，你才重新走进洞穴，告诉苏雨涵我们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上，想要逃生就只有自己造船或者等待营救。他好奇地问你会造船不？造人我就会，造船没造过，不过都可以试试。苏雨涵一个小粉拳打在你身上，只准造船，不准造人。你点头同意，还提醒了下他出门一定要你陪着，因为之前听见了狼叫。苏雨涵见你这么说，顿时有些绝望，早知道就不坐飞机了，现在流浪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就在他绝望时，肚子便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你见此淡淡一笑，我还是先去给你找点吃的吧，至于其他的等吃饱再说。没一会你就抓了3只兔子回来，啊，好可爱的兔兔。可苏雨涵话还没说完，你直接把兔子摔死，丢进柴火堆了褪毛。他随即就嘟起嘴，兔兔这么可爱，你为什么要烤它呀？这野兔抓回来本来就是拿来吃的，不然我们吃什么？他有点生气，兔兔这么可爱，反正就是不能吃。此时肉香从柴火堆里飘出来，没过一会他已经哭着干完第2只兔子。呜，兔兔怎么这么好吃？太香了！就在此时洞
口方向传来一声兽吼，紧接着3只黑狼就跳了出来，明显是被兔子的香味吸引而来，但却被你轻松打败，绑起来丢在一边。苏雨涵没想到你这么猛，老人都说3狼打1虎，那你不就是超越了猛虎的男人？叶谦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啊？我们一时半会也回不去，这3头狼就留下来当我们的口粮吧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快睡觉吧，明早还要起来造船。苏雨涵看着外面已经彻底暗下来的天空，心里莫名有些紧张的向你问道：睡着后会有野兽进来袭击我们不啊？你想了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就主动说你在门口守着，让苏雨涵在洞里面睡，反正对你来说睡在哪都一样。苏雨涵也是困得不行，就答应了，但要求下半夜由他来守夜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叶谦醒醒，进去睡吧，后半夜换我来守着。苏雨涵弯着腰对你说道，因为他穿着衬衫的关系，你一抬头就看到了雪白之雷，他也发现了，娇嗔的瞪了你一眼，就赶紧捂住胸口。你有些尴尬的移开目光，没事，我继续守就行，你去睡吧。这怎么行？你可是顶梁柱啊，万一因为这样累倒了，我们那更别想离开这里。也不知道苏雨涵是不是故意的，脚下一滑，把你扑倒在地。叶谦没弄疼吧？你回过神后摇摇头，同时目光又聚焦在雷上了，看得让人想扑上去来一手雷切。苏雨涵脸也瞬间红了起来，不用说，他已经猜到你想做什么了。你俩赶紧起身重新整理好衣服，而他撅起嘴坐在了你身旁。你刚刚是不是对我起歪念了？你连忙否认，不信，刚刚我明明感应到什么？你继续装傻，你说呢？苏雨涵一脸坏笑的看着你，同时他的手还伸到你身上。你诧异的看了眼苏雨涵的手，随后摇摇头道我不知道。苏雨涵见你嘴硬，就起身往洞穴里走去。不知道就算了，本来我还想说帮帮你呢。你眼前一亮，连忙问道此话当真？刚刚是真的，但可惜你错过了。苏雨涵耸了耸肩，就不再搭理你，坐回对面。本来有些期待的你，在听到苏雨涵这句话后，心里顿时有些无奈起来。好吧，被这个女人给耍了。你心里无奈的叹了口气，随即只能压下体内的躁动，闭眼休息。然而你不知道，如果此刻你去拜托苏雨涵的话，说不定就会答应了。可惜你被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并不知道这些。第二天一早，你就去树林中砍了点竹子，做了一个竹排。虽然忙了一天，但你俩都不累，因为马上就可以回家。你先让苏雨涵上船，然后你在后面推着。叶谦，你知道家在哪个方向吗？虽然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去，但可以通过星辰跟太阳来辨别方向，所以只要你坚定往一个方向走，那最终肯定就可以回到陆地。好吧，但愿我们能够平安回去。苏雨涵说着，就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祈祷。刚祈祷完，天空就响起一阵雷鸣，随即一道雷电破空而下。片刻间，竹筏上的2人就被这场雨水打湿，本来平静的大海也逐渐变得波涛汹涌起来。这小小的竹筏可经不起这样的暴风雨。苏雨涵，你会游泳吧？他点点头，那会游泳应该没有问题。可你刚准备缓口气，回头就见到20米高的海浪向你们扑来。妈耶！你将苏雨涵抱入怀里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，会带着你回家。看着这么高的巨浪，苏雨涵顿时忍不住抱住你大哭。下一秒，你们被海浪拍进了海底，虽然没喝水，但也被气压给震得耳膜发出嗡嗡响。随后，你紧紧抱住他向上游，回到海面上，挂在你身上的苏雨涵却无力地松开手，往海里落去。他虽然还想坚持，但没有力气了。还好你及时一把搂住了他的腰，又带回了水面。苏雨涵，我说了要带你回家的。叶谦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你为了让他心情放松一些，就半开玩笑地说，你要真想谢我，可以亲我一下。结果你刚说完，苏雨涵就朝你的脸亲了过来。满意了吗？他非常害羞，这还是第一次主动去亲一个男生。你看着他这副害羞的模样，咽了下口水，然后鬼使神差地问道，还可以做别的不？苏雨涵随即就白了你一眼，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过他也不生气，那等安全回到岸上再说吧。那我们回去吧。你见他没生气也没拒绝，心里一喜，随即就搂着往岸边游去。他也紧紧地挨在你身上。回到岸边后，你俩趴在沙滩上穿着粗气。那个苏同学，你之前在海上说的事还当不当真啊？他听后先是一愣，随即就想到了什么，俏脸顿时一红。不过他还是轻声应道当真。你见他这么说，心里一喜，连忙问道，那什么时候可以兑现？你急什么呀？这会这么大暴雨，等天黑了再说。看着你这副心急的模样，苏雨涵就白了你一眼，心想这种事有什么好急的，自己又不会跑。嘿，好的，那等晚点再说，先回洞穴里休息吧。天黑后，你们俩坐在洞穴里烤火烘干衣服。今天坐了竹筏又游了那么远，让你有点打瞌睡，就要眼睛要闭上的时候，一道曼妙的身影却趴在身前注视着你。随着他俯下身，一缕缕淡淡的香味就飘入你鼻中，是荷尔蒙的味道。苏雨涵，你要做什么呀？我来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啊，不是你说还要做点别的什么吗？随即他就轻轻的在你的侧脸上吻了一下，你的心跳又一次开始剧烈加速。就只有亲一下吗？虽然你心里很想说想干那啥，但又怕说出来会让苏雨涵生气，毕竟你们又不是情侣关系。随后他看向你问道，你还想做什么？见你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你不说的话那就算了哦。你一把将他抱入怀里。苏雨涵，我想跟你。就在这时，洞穴外传来的响声打断了你。黑暗的森林里，一只巨大的蟒蛇爬进了洞穴里。蛇是蛇，暧昧的氛围被打破。苏雨涵害怕的躲在你身后，而你怒火中烧，体内的邪火无处释放，拿起石头就冲了上去，将蛇头砸得粉碎。就是你这破玩意坏我好事。你见蟒蛇不动了之后，就舔了一下嘴唇上的蟒蛇血，竟然发现这蟒蛇血除了腥味外，竟然还很甜。于是乎你也不客气，直接对着蟒蛇的头吸溜了一口。不过这毕竟是大补之物，所以你也不敢多喝，整了2口就停了下来。叶谦，这头大蟒蛇死了吗？苏雨涵也快步走了过来，有些惊讶的看着没有头的蟒蛇。对了，叶谦，你刚刚是在喝蟒蛇的血吗？对，它可以补充人体的能量，你也可以去喝，不过别喝太多，喝1口就行了。苏雨涵听到你的话后，顿时有些诧异，真的不信，你喝到嘴里就知道了，而且还有一丝丝的甜味。要是不信可以去试试，那我试试。苏雨涵见你这么说，就走到蟒蛇旁边，然后试着用手沾一点蟒蛇血，跟着就伸出舌头往手上的血舔了一下。这副举动落在你眼里，不知有多吸引人。你喝就喝嘛，能不能不要用这种动作？你有点抱怨的说道。虽然现在很想再跟苏雨涵继续之前的事情，但现在2人身上都全是兽血，要再继续的话，有点口味太重了，只好收拾完残局后准备睡觉。半夜，苏雨涵起床，把全身兽血的衣物换下，光着脚悄悄地走到你的身边。清早醒来，你看着躺在怀里的苏雨涵，无比惊讶，怎么睡到我这里来了？他娇羞地躺在你的怀里，伸了个懒腰。人家昨晚做噩梦了，害怕吗？
吗？听着他的撒娇，你鸡皮疙瘩都掉一地。随后低头一看，鼻血止不禁往外喷，衣服现在都臭烘烘的，我根本就没法穿，所以只有拿2个布片挡住了。你赶紧扭过头去不看苏雨涵，不然怕抑制不住自己。看着你想做又不敢做的样子，苏雨涵捂着嘴咯咯咯的偷笑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哪里有淡水能洗澡和洗衣服啊？刚好你昨天出去探索的时候，好像听到了瀑布的声音，你就告诉苏雨涵穿好衣服，要带她去个好地方。至于什么时候成为真正男，等洗完澡再说。吃完早饭后，你们就朝着瀑布的方向出发。走了半个小时，你就听到身后的苏雨涵传来了一声尖叫。你回头一看，她被数个藤蔓捆绑住了，而沿着藤蔓看去，是一个巨大食人花。你赶紧冲上砍断捆绑的藤蔓，但刚砍完，又有2根藤蔓锁住苏雨涵的脚，将她强行一字马。看见这一幕，你被惊得出神。这是不付费可以看的吗？这时食人花用它那布满牙齿的嘴巴，直接就朝你咬了过来。不过还好你被苏雨涵的尖叫唤醒，回手一砍就将食人花一切为2。救下苏雨涵后，你蹲在地上观察着食人花身上飙射出来的汁液。你用手轻轻碰了一下，发现这汁液特别的黏，而且正在腐蚀你的皮肤。这下的你赶紧把手插进泥土里擦拭掉。而此时苏雨涵身上的衣物也被之前溅射的汁液腐蚀得七七八八。这下好了，真要变成野人穿草裙草衣了。苏雨涵羞红着脸，一拳打在你的身上，不准看，快把你衣服脱给我穿。你无奈的脱下外衣递给他，就继续出发了。当找到瀑布后，苏雨涵开心的走到水边，好清澈的水啊，这下我们淡水不用愁了。当你正准备脱裤子跳入水中时，苏雨涵拉住了你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吗？还没等你答应，他就拿出布条缠住了你的眼睛，随后在你耳边说道，只要你抓住了我，做什么都可以哦，但是不允许摘下眼睛上的布条。当你听见苏雨涵的入水声后，你就用耳朵听了一下，赶紧向他的方向游去。而苏雨涵见你追过来，就朝另外一边丢个石头，吸引了你注意力。当你听到声音从后面来，身体就本能顿了一下，心想他什么时候游到后面了？刚游过去，又听到另外一边苏雨涵在呼喊着你，大笨蛋，我在这里，快来抓我呀！难道说他能在不同的地方弄出声音干扰我？难怪他会给我这么好的福利，感情是想逗我玩了？那这个女人也太坏了，不行得报复回来才行。然后你直接潜入水底，朝着最近一次有声响的地方游去。苏雨涵失去目标后四处寻找，奇怪你去哪里了？不会是溺水了吧？结果他刚准备潜到水里看一下，就被你一把抓住，然后直接将他拉回水面。苏同学，你输了，你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？苏雨涵反应过来后，一脸不解地向你问道。我当然是听到你的声音才出现在这里的呀。其实你是在水里偷偷拉开黑布，看到他的脚才游过去的。真的假的？你该不会偷偷拿掉黑布了吧？苏雨涵有点怀疑，怎么会有叶谦是那种人吗？该不会是你想耍赖才故意这么说的吧？才不是，我才不会耍赖。苏雨涵连忙否认。是吗？那就按照约定喽。苏雨涵想了想，答应让你为所欲为，毕竟愿赌服输，他可不想让你觉得自己是那种玩不起的人。随后你笑眯眯地把手伸过去，就在这时传来了一声兽吼，岸边站着一只身长差不多3米的巨型老虎，此刻它像盯着猎物一样盯着水潭上的你们。老虎，有老虎！苏雨涵看到这一幕，几乎是本能的抱紧你。你在看到老虎后也反应了过来，连忙让身后的苏雨涵向老虎的反方向游去，而你正打算全力与老虎一搏。随后你发出吼叫，吸引着他的注意力，然后游到岸上，拿起自己的石刀。老虎被你之前的气势威慑到了，并没有发起进攻，而是在寻找着你的破绽。或许他也意识到了你不好对付，所以得找个一击毙命的时机出手才行。你也警惕地盯着老虎，寻找他的破绽。躲在另外一边的苏雨涵内心有点纠结，到底要不要抛弃你逃跑。不过想到这几天你的表现，你一定可以的。他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你。叶谦加油，你是超越猛虎的男人！就在苏雨涵的喊声结束时，老虎向你飞扑而来，你等的就是这个时机，身体往前一滑，然后压下腰，挥起手中的石刀，就对着扑来的老虎肚皮划去。石刀虽然不算锋利，但在力量的加持下，还是在老虎的腹部留下了一道口子。可惜了，要是我这把石刀是一把钢刀的话，那这老虎可能就已经被开膛破肚。而老虎则没想到自己会伤在一个瘦小的猴子手中，于是再次向你冲锋。这一次老虎学乖了，没有跳起来，而是直接奔跑过来。然而师从陈华顺的你，又哪会这么容易被老虎击中？只见你身形一晃，瞬间来到老虎身后，朝大腚给出了一刀。当苏雨涵看到这一幕，本能的夹紧了双腿，显然被你大胆的举动给吓到了。随后你也没有与老虎正面搏斗的意思，而是找到一棵大树直接爬上去。老虎紧跟其后。虎爷，我练习爬树的时候，你还不知躲在哪里吃奶呢。你自然也知道老虎会爬树，但你并不在意，因为你是故意引老虎上树的。你爬到高处的一棵树干上后，看到老虎爬累了，正抱着树休息，你当即出声嘲讽道：“怎么了，大老虎？不继续爬了？有种你就爬上来啊！”或许是听懂了你的嘲讽，老虎生气的狂笑一声，忍住疲惫，继续往上爬去追逐你。等你爬到大树顶端，直接一跃而下，将手中的匕首直直的对着老虎的头，在重力的加持下，你成功的贯穿了老虎的脑袋。就此，这头大老虎就死在了你手中。对于这种野兽，你是不会手下留情了的。随后，你对着身后的苏雨涵大喊：“我搞定了，快过来！”叶谦，你没受伤吧？看着关心自己的苏雨涵，你微笑的摇了摇头，并指地上躺着的老虎。看到老虎真被解决了，苏雨涵都惊讶了一下，心想你居然是超越猛虎的男人了。那叶谦，你打算怎么处置这头老虎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拿来吃啊！然后它的皮我们还可以拿来做衣服啊！拿老虎的皮来做衣服，这不就跟野人一样了吗？苏雨涵有些嫌弃的说道。如果只是拿老虎的肉来吃的话，那还好，因为他没吃过。但要是拿老虎的皮来做衣服的话，他就受不了了。毕竟那东西穿着多恶心啊！我们流落到这个地方不就是野人吗？你不以为然的耸了耸肩道。不过说起野人，你心里也有些好奇，这个荒岛那么大，这其中会不会有野人是存在呢？滚，你才是野人，人家才不是。心想你见过有长得像我这样漂亮的野人吗？呵呵，开个玩笑而已。总之我们在这里没有衣服更换，可以拿这些野兽的皮来做衣服替代一下。现在你也没有心情做别的事了，先得把老虎给切割好，不然根本拖不回洞穴。你在那来回3趟后，才终于把老虎碎片全部拖回洞穴。当你去拿盐来准备腌干肉时，却发现台子上空空如也，之前制作的盐都没了，而且周围有一排排杂乱的脚印，看起来像是人类的。难道说出了你们还有别人来过这里？苏雨涵仔细观察着，不对啊，这脚印这么大，看着不像人。你走上前比划了一下，比你的脚大出了1
圈。如果按比例算的话，那留下这个脚印的人身高绝对超过2.8米。难道是皮克？那他现在又去了哪里呢？此时你感觉到外面有目光在盯着你，你直接拿起虎大腿骨做的骨刀冲了出去。看到你直接冲进树林中，苏雨涵连忙叮嘱，很快你就跑进了丛林深处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现。不过地上倒是留下了几排脚印，可这脚印并不是人类的脚印。难道刚刚躲在这里偷窥我们的生物不是偷走我们盐的那个？等你重新回去后，就拉着苏雨涵去海边再制作一些盐，而你在一旁做起了重新出岛的船。过了半小时，苏雨涵拍了你的肩膀，问海那边的黑影是什么？你扭头看去，海平面上一个巨大的黑影在靠近。卧槽，那是海啸，巨大的阴影铺天盖地。你赶紧叫苏雨涵离开，可你的话刚落下，一阵狂风就从海的方向刮过来，竟然直接把你刮得倒退了一步。随后你抱起已经做好了木船龙骨往丛林里跑，这可是你费了很大功夫才做好的，不能随便放弃。但因此你跑得太慢了，被巨大的海浪吞没。而已经进入树林里的苏雨涵看到这一幕后，就悲伤的大喊出声。那海浪的巨大，他顿时替你感到绝望起来。都怪我，如果刚才早点反应过来，你就不会被海浪吞噬了。苏雨涵心里很是自责，眼睛也是通红一片。现在他能做的也就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默默为你祈祷，希望你能够平安回来。虽然祈祷这种行为很虚无缥缈，但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。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，海水是退走了，可你并未出现。苏雨涵冲出树林，跑到海边，对着已经退走的海水大声呼喊：叶千，你在哪呀？你快回来呀！与此同时，在距离岸边有100多米的海上，你正抱着用来制作船木龙骨的木头在海上漂泊。因为前面消耗了太多力气，此刻已经晕倒在了木头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声声呼喊你的声音就传入耳中，于是很快你就醒来，发现自己正飘荡在茫茫的大海上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看到四周是茫茫大海，你心中顿时一惊。对了，我之前好像被海浪淹没了，难道因为那道海浪，我被卷到了这里来了？紧接着苏雨涵的呼喊声又传入到耳朵中，我得赶紧回去，不然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死了。你说着就快速滑动水，往声音方向游去。可就当你快要游到距离海岛有50米的范围时，苏雨涵的声音就停下。难道他以为我死了，所以放弃喊了？那可不行啊！这大晚上的我也看不清具体方向，要是不喊的话，我怎么回去啊？这么想着，你当即从木头上站起来，然后大声喊道：我在这里，你快继续叫，不然我不知道你在哪。与此同时，在海边的苏雨涵喊累了想休息一下，顺便喝口水，结果这刚喝完，他就听到你的声音。太好了，叶千没有挂，继续开始了呼叫。终于在10分钟的对叫后，你乘着木头游到了海边，看到你真的平安回来，苏雨涵激动地朝你扑去。叶千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太担心你了，你都不知道我之前有多害怕，如果你真挂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扑在你怀里的苏雨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泪一边哗啦啦的流下。原来你这么舍不得我呀！你没想到自己在他心中这么重要。不过苏雨涵有点傲娇的说道：你可别误会，我是舍不得你，可不是喜欢你。你要是就这样死了，那我就无法在这里生存了。本来还有些高兴的你，在听到苏雨涵这句话后，心中顿时有些失望起来。原来他是见你有价值才这么担心的，害你白高兴一场。意识到自己说错话的苏雨涵就害羞地说：叶千，你别多想，其实我是真心不希望你有事的。在我心里已经不只是把你当成我的同学，那你把我当成什么？当成朋友啊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后你有困难我也会尽心尽力的去帮助你的。苏雨涵一脸认真的说道。听到他这么说，你心里也舒服了一些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会帮我忙？你这几天对他这么好，所以若是真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那他绝对不会吝啬，是吗？那今晚能不能先帮我成为真正的男人啊？苏雨涵先是一愣，随即想到什么后，俏脸顿时一红，跟着一把将你推入海中，转身就走。被推入水中的你也不生气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嘿嘿一笑，随即就一边扛起木头，开玩笑的说：别走这么快呀，你到底答不答应我呀？走在前方的苏雨涵并未真的生气，这一点从他脸上挂起的笑容便能看得出来。当感知到你追来，他就稍微放慢一些脚步，等你追上来。等你追上后，他扭头问你要不要帮忙啊？听到苏雨涵这句话，你心里一喜，连忙点头，那给我吧。苏雨涵说着就向你伸出手。看到这一幕，你当即有些诧异，他没想到苏雨涵这么开放，在这野外都行。你试探性的问道：要不咱们还是回洞穴？我说的是让你把木头给我，我帮你扛一回。苏雨涵说着就眯起眼古怪的看向你，心想这家伙该不会又想那些不健康的事情了吧？你见此心里顿时有些尴尬，于是连忙说道：我还是自己扛回去吧。当你快到山洞入口的时候，看见一阵光从里面散发出来，里面好亮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该不会有什么人在我们的山洞里吧？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进去看看。随后你悄悄地进入山洞，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。只见山洞里的墙壁上布满了散发着光辉的萤火虫。叶千怎么样了？里面是什么情况啊？你听后也反应了过来，随即就微笑地对外面回应道：快进来吧，等下就知道了。当走进山洞里，看到眼前的画面后，苏雨涵忍不住发出惊叹声。她还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这么多的萤火虫，难怪刚刚在外面会看到里面这么亮，这简直太美了。随后你把今天的老虎肉腌制好，再烤了一些，放在苏雨涵的面前，你慢慢吃吧。你拍了拍双手向洞外走去。哦，你要去哪呀？苏雨涵见此就有些疑惑。我去外面将木头烘干一下，不然我怕它明天会坏掉。你说着就拿起一根燃烧的木头往外走去。等你做完回到洞穴时，就看见苏雨涵正光着大长腿，扯着虎皮套在身上做对比。看到这一幕，你眼睛微微一亮，需要不需要帮忙啊，苏同学？这虎皮这么坚韧，没有点力气的话是割不开的。刚刚苏雨涵用石刀割了好久都没割开，所以既然你想要帮忙，就让你帮吧。你微笑的点点头，随即就接过骨刀走到苏雨涵面前，近距离观看，她的腿还真是白呀，哪怕不是腿控的你，都有一种爱上的感觉，不知道扛在肩膀上得有多幸福。你甩甩头，抛掉不健康的想法，随即就对他们说道：那我要来了。很快2张虎皮就被你轻松切开，看到你竟然切得如此丝滑，苏雨涵心里隐隐有些惊讶，只有切过虎皮的她才知道这虎皮有多难切。随后她将虎皮收好，准备明天做成衣服，而剩下的部分就留给你。不过她想让你也脱了衣服试试，你则低头看了身下一眼，然后露出一丝苦笑，心想这种情况下你让我怎么脱呀？要是脱下来，你还不得骂我流氓？你摇摇头拒绝，随即就坐在洞穴门口休息。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也没心情做别的事情。没过一会，苏雨涵又悄悄地跑
跑到你的身旁，用手指搓了搓你。睡迷糊的你愣了一下，这大半夜过来找你，难道是想大家深入交流一下？叶谦同学，我想让你教我武功。听到苏雨涵说出的跟自己心里想法不一样，你脸上顿时浮过一抹诧异。就这大半夜不睡觉跑来想学功夫？苏雨涵经过这几天的事情，发现在这危险重重的荒岛里，没有点功夫是真的不行，所以他就想着跟你学些武功，帮你分担分担。你这个想法是不错，可是练武很累的，而且又辛苦，我怕你坚持不了。不会的，我一定能坚持得下去。苏雨涵摇摇头，一脸认真的说道：行，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可是练武是需要时间沉淀的，所以就算你现在跟我练，没个3、5年也练不出什么成绩。看着苏雨涵这副眼神坚定的模样，你实在不想打击他，但你又不能不实话实说。第二天一早你就开始了苏雨涵的特训，限时让他站在瀑布下面扎马步，让他的身体适应高压的状态。你看着他水流不断的冲刷的完美曲线，不禁咽了下口水。叶谦这样站着真有用吗？苏雨涵一脸疑惑，感觉你的目光非常奇怪的盯着他，你并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伸手抓住他的玉腿。你的站姿不对，腿要这么放。苏雨涵还是第一次被抓脚，他的脸颊顿时有些羞红起来。要是这种修炼没效果的话，以后就不理你了。哼，你知道苏雨涵说的是气话，就拿着手指搓了搓他的腰，这里也不对，注意你的呼吸方法，要用腹部发力。没过多久，苏雨涵就有点体力不支，一把倒在了你的怀里，差一点就把你撞入水中，幸好你及时抓紧了，才没让他掉进水里。只是很尴尬的事情就来，因为你跟苏雨涵的姿势有点不太对劲。讨厌了，叶谦，你干嘛呀？他反应过来后，顿时满脸羞红的扭头看向在后面抱着自己腰的你。那个我不是故意的，刚刚是你自己支撑不住撞我身上来的。你看了眼自己现在的姿势，随即老脸一红，连忙松开苏雨涵。哼，我看你哪里是教我练功夫，明明就是想趁我脱力了做些什么。你好坏呀，就知道欺负人家。看着苏雨涵这副娇艳欲滴的模样，你心动的同时连忙解释，我真的是在教你武功，你要相信我。午休的时候你们回到洞穴，苏雨涵穿着虎皮短裙走到你的面前，问你好不好看。她身上那件不大不小的虎皮短裙，把完美的曲线给勾勒出来，给人一种野性的魅力，让人看着都想扑上去咬2口。叶谦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我问你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回过神后，就本能咽了下口水，回道：虽然这些天你也没少看，但却没有这回这么有感觉，总给你一种野性的冲动。苏雨涵听到你的回答后，就笑眯眯的问道：那想不想摸摸看？那我不客气了。见苏雨涵这么说，你也不再客气，当即把手放在了苏雨涵的大长腿上。呀，你干嘛？谁让你摸这了？我是说让你摸摸我做的虎皮短裙。苏雨涵敏感的缩回脚，然后白了你一眼。嗨，我误会了。你听后顿时有些尴尬起来。你就说嘛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让你摸她？感情是摸她衣服啊？随后你赶紧往苏雨涵的裙子后面摸了一手，就直接往外跑。而苏雨涵在后面追着你大喊，拿着小石头丢向你，臭流氓，谁叫你乱摸的？结果苏雨涵刚追了你2步，忽然脚下一软，然后她身下就出现了一个深坑巨洞。苏雨涵惊呼一声，差点就要滑进洞里，还好她手疾眼快，及时抓住了旁边的树根，可树根根本就坚持不了多久，于是她只能大声呼喊你来救自己。你听到苏雨涵的求救后，赶紧跑过去，叶谦，快救救我！你皱眉一看，难道是陷阱？结果你刚跑到旁边，脚下一软，带着苏雨涵一起掉了下去。刚落在地上，还没等你发出痛叫，苏雨涵以乌鸦坐飞机的姿态紧随其后。咦，怎么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也不疼啊？苏雨涵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身下坐了个你，他就很不解的嘀咕道：那是因为你坐到了我身上啊，大小姐。被坐在下面的你一脸无奈的对苏雨涵说道。苏雨涵一惊，连忙站起身，当看到你被自己坐在身下后，赶紧关心道：叶谦，你没事吧？同时他又有点脸红，这也太羞人了。那我先扶你起来吧。苏雨涵继续说着，就赶紧伸出手扶你起来。起身后，你观察着这个深坑，尝试能不能爬出去，但因为体重太重，坑壁上的树根承受不住，你就让苏雨涵试一试。结果刚爬到一半就掉了下来，还好你眼疾手快接住了他。苏雨涵站稳后就跟你道谢，虽然有时候你看起来像个流氓，但总体来讲人其实还挺好的。你松开苏雨涵后，就看向洞口思考离开的办法。经过刚刚的试验，你觉得光是靠树根的话，恐怕难以离开这里，因为那些树根根本支撑不了一个人的重量。看到天黑了，苏雨涵顿时就有些害怕起来，看向你问道：叶谦，我们该不会出不去了吧？我们不会一辈子都要被困在这个洞里面吧？你看着苏雨涵眼睛湿润的模样，你想了想就对他说道：别担心，我们一定能及时离开这里的，不然我讲个笑话给你听。什么笑话呀？苏雨涵听后就抹了抹眼睛，看向你问道：那你开始说了。从前有个太监，然后就闭嘴不说了。等了2秒，苏雨涵问到下面呢？你滑稽的耸了耸肩膀，没了呀。苏雨涵听后一阵诧异，心想这笑话怎么跟你那啥一样都这么短？但很快他就联想到了什么，俏脸顿时一红，娇道：好坏，谁让你开车了？嘿，原来你听得懂了，我还以为你听不懂呢。我又不傻，当然听得懂了。大流氓，他觉得你太坏了，故意说这些令人误会的话来玩弄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跟你聊了一会，好像也没那么紧张了。嘿嘿，你见苏雨涵害羞了，于是也不再逗他，然后你端正态度对他说道：我拖着你往上，这样树根前期受力比较弱，然后你再发力向上爬。苏雨涵听后点点头说可以试一下，然后你先拖着他的脚向上推，发现不怎么好用力，就把手往上挪，但还是没有很好的给到苏雨涵支撑，你就继续把手往上挪，找到的位置刚好，直接发力向上一推。你干嘛呀？苏雨涵被你的手从下往上一顿抓后，最后居然在这个地方用力。你别误会，你腿太光滑了，我找不到发力点，真不是故意的。苏雨涵听到你的解释后，也没多说什么，继续往上爬。你这次也小心了一些，将他往上推，最后你用着吃奶的力拖着他的脚底，帮助他爬出了深坑。苏雨涵，你快去洞穴，你拿2根大的虎骨出来，你就直接把骨头擦在墙面上作为支撑，才爬了出去。叶谦，我想去水潭那里洗个澡，不然全身都是土，太脏了。苏雨涵惨兮兮的对你说道，毕竟之前在土坑里爬来爬去，会脏也正常。你点点头同意，就带他前往水潭。结果来到这里后，却发现这里涨水了，之前的岸边已经被淹。苏雨涵就走到浅水地上，开始清洗身体跟头发，因为衣服太脏了，他干脆直接放在水里清洗一遍。反正现在是晚上，他也不担心会被你看到。虽然没有月光，你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模糊的线条，你都看得不好意思了，就扭过头问道：苏雨涵，你还是别这样，请自重，你爱看的话就看了，反正这些天你又不是没看过。他不以为然的耸了耸肩，随即就抱着洗好的
的衣服先走了。不对劲，真的很不对劲。苏雨涵怎么一下这么大方？该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看着苏雨涵离开的背影，你眯起眼睛暗暗嘀咕道：“喂，你还愣着做什么？快走啊！”这时走了10几步的苏雨涵就转过身，对愣在原地的你喊道：“如今已经雨过晴天，乌云逐渐散开，露出了一丝丝月光，看得你直咽口水，真的要命啊！他到底想要做啥子？”坐到山洞后，你就问苏雨涵：“你到底想干嘛？”苏雨涵困惑地说道：“我不做啥呀，不信你肯定有阴谋，爱信不信，我要去烤衣服了。”苏雨涵说着就转身离开，你耸了耸肩，然后也不再想这件事，就开始准备今晚的晚餐。苏雨涵则坐在旁边烘烤衣服，你的余光还能看到一些劲爆的东西，虽然只是一小部分，但也足以让你血液躁动。咦，叶千，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该不会发烧了吧？没有，只是有点热而已。既然热，那你也把衣服脱了呀。你衣服之前不是湿了吗？没事，我穿着烤干就行。你摇摇头道：“你一个大男人还害羞什么呀？你看我都不害羞了，快点把衣服拿去烤火，不然你要是感冒了，我怎么办？”苏雨涵说着就亲自拉扯着你的衣服，你不想就赶紧阻止他。你害羞什么呀？我俩都不知道要住在这里多久了，以后这种事迟早要经历，所以你一个男的就别害羞了，快先把裤子烤干吧。结果下一秒一伸手，他就被吓到了，本能的缩回手。这时苏雨涵小脸俏红的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在你裤子包包里？”你装傻的看向苏雨涵：“我裤子包包里神妖也没有呀，不信你把手伸进来看看。”说着你就拉开了裤子口袋。苏雨涵大概猜到了是啥，嘴角勾起了一抹邪魅，准备伸手弄个明白。